哎，老板，你看我这银元啊，昨天老丈人给我一个银元，嗯，让我请他吃一顿火锅。哦，我感觉这300块钱花的太冤枉了。老丈人他这不是送给你一个银元吗？你请他戳一顿那多正常啊，更何况人家还送你一块冤大头，而且还是一块8年的，这一眼大开门啊！我这人有个习惯，嗯，无论跟谁打交道，干啥事都不能吃亏。哦，这块银元卖不到300，我吃大亏了。老丈人又不是外人，有时候吃点亏太正常了。而且我看你这个8年还不是普通版呢，你看纽扣罩，这夹克这个地方有运珠，包括这个边齿上面有5个顶珠，这个版是纽扣罩，有运珠下无珠，壁面状态最起码无伤无戳。你就按通货品相来看，谁告诉你卖不到300？俺朋友啊，哦，他今个最多给我出200块钱，说买回来给他儿子打个手镯。哦，用银价格太高都花不来了。那你用银元加工一手镯肯定花不来啊！银元一旦毁坏，它就是一堆废银子啊，而且银子还不纯。像冤大头才89%的含银量，关键是你拿这个去加工手镯，你中途还得给人家师傅工钱，你还真不如去直接买成品啊。对，我朋友都这样说的。哦，所以我一听之后，我心里就特别难受。这次让我老丈人赚我便宜了。那你这个人就是铁公鸡一毛不拔了，你跟那老丈人还这样算计，就凭你这性格，我感觉那朋友也不会多给你钱啊。你想想，跟老丈人吃顿火锅花300，你自己吃一半你还计较，你就算值200，你这也不是赚50了吗？对你这样算，我心里好受点，是吧？我朋友毕竟是个门外汉，不像你们经常玩这个的啊。你看能不能多给出100？何止是能多给你出100，你往后加个0都可以啊。你不知道8年的冤大头，它是冤大头里边最贵的年份，它在我们行内称为8爷。你要碰到那些想赚你便宜的，你张口要300，人家二话不说，立马就给你成交了。你说的非常的对，我也觉得你这个人实在。反正我是啥也不懂，你看着帮忙看看，你能值多少钱？从咱俩这个交流中来看啊，你确实是啥都不懂。其实一块银元重也就26.8克。你现在按市面上的银价去卖，差不多也就将近200块钱的碎银子钱。当然，你无论啥样的银元，你都不可能当破烂卖了，因为银元是不可再生的东西，它的数量它固定过去就发行那么多。你像过去很多人因为不懂，都傻傻的去拿去加工手镯了，他们确实是想不到，现在银元一块竟然能涨那么多。就以普通年份的冤大头为例，一块现在都800到1000了，品相好了还能加价。而你这种8年啊，是大头4个年份里边纯食量最少的。刚才也跟你说了，你这个版也不是普通的8年，因为8年的版比较多，所以很多人啊喜欢抽版。而你这个有运珠下无珠，你搁平时很少见，所以说是流通的品相。现在200的基础上，我能再给你加2000块钱。我太懂你们了，你们这做生意还得留点利润。我是没想到，这以前这加工手镯，现在竟然一下子这么贵。你说的对，以前那些爱答不理的银元啊，现在都是高攀不起了。因为过去这个毁坏的也不少，加上现在银元都是无机文物了，尤其是那些纯食量少的、品相好的，那价格还真不是一般人能买得起的。俺朋友也是的，张口都给我200，太让我伤心了。那是。令我欣慰的还是俺老丈人，这一下午让我赚到一笔钱。那是，那你这确实是大赚一笔，正如你所愿。根本这个钱啊，再吃几顿火锅也花不完。没卖给那朋友也是对的，一般我们个人对这些东西都不懂，所以他们给的价钱都不靠谱。想卖银元，想卖一个好价钱，具体还得找我们这样的专业人来卖。张总，这个银元是你留着还是变现？变现吧，多出了一点用都没有。那行，那我给你算算。我都不相信了，这10块银元能值20万？你帮我看看，这是不是一个骗局啊？10块银元能值20万，那应该都不是一般的银元吧？来，我看看啥样的。是不是一般的银元我不知道，我也是第一次见这种银元。不多不少，正好10块整。你这10块，这都是平基银元啊，而且还都是 PCGS 的盒子，真假看着倒是没啥问题。这我看着20万有点呛啊。有点呛的意思，那就是说明它不值这个数。对，说值20万把我吓一跳。哎呀，你这是第一次见银元，而且还都是龙样，竟然连价值都摸不准。为什么说这值不了20万嘛？因为你这些啊都是34年的普通北洋龙，我看里边也没任何斑，值不了20万。
你这也不至于这个担惊受怕呀。快递说值20万的时候，确实把我吓一跳。啊，这个快递啊是俺老公昨天收到了，上面写的虽然是我的名字，但是这里面的银元却不是我了。那你这是典型的收错快递了。无论他们值多少钱，你都得把银元给人家还回去不就行了吗？快递我是收错了，但是这个责任又不在于我，我凭啥交东西给他呀？你这话说了就不对了吧？现在快递都是实名制，别人发错快递确实责任不在于你，但是别人既然已经找到你了，你得有义务把东西还给人家。况且这些北洋龙，它又不是10块钱8块钱的东西，毕竟价值在这放着了。你刚才说这些银元值不了20万，他还诈唬我说能值20万啊！我都去人家快递公司了解过了啊。报价20万，那不得好几百块钱吗？你说的很对，这报价20万确实得好几百块钱的费用，但是为了这10块北洋龙的安全，这个参加保价，这不很正常吗？我感觉他们是在诈唬我，反正就是想要走这些银元，没那么容易。你这越说越不占理了。你这又收错了一个快递，简单的一件事，你把它给搞复杂了。银元不是你的，还给人家不就行了吗？人家都告诉你报价20万了，你这还想啥嘞？哎，我来这本来还以为管值20多万呢。如果有差价的话，赔他20万，我还能多赚点钱。你这算盘打嘞，我都不知道该咋说了。你这收错快递啊，竟还想吃差价？只可惜你这银元好是好，都是普通的34年北洋龙。第一，北洋龙评级全部都不带分，因为现在像这些评级币啊，带分不带分，它这个价格能差10万8千里。好啊，你这些状态这都是原味的，虽说没分吧，但又不是那种处理过的币，属于原汁原味未下水。第二，你这些北洋龙啊，全部都不带斑，斑别啊代表着它的这个稀少的程度啊，越少的斑，它的价格自然也就越高。大部分都是长尾龙，偶尔有一块短尾，还有长尾短韵，这都是常见的款嘛。鉴于你是第一次接触银元，这过多的讲解啊，我也不给你多说了，说多了你也不懂，就直接给你一个参考价吧。10块的话，大几万块钱，这还是有的。大几万块钱？对，这价值确实不太高呀。我当时说给他弄丢了，他让我赔20万，这才值几万啊！值几万已经不少了，你平时能买得起这些皮盒北洋龙的人不多。既然别人已经找到你了，那你把东西还给你不都算了吗？那不能轻易还给他。我今天知道价值了，我心里有个数。他说快递员最起码得请我吃顿饭吧？那请你吃个饭也不算啥，只要你把东西还给人家快递小哥就行了。说实话，人家也不容易，1个月也挣不了几个钱。既然是送错了，那就让他吃一堑长一智。你这也做个好人，给人家还回去吧。谢谢老板的鉴定啊，没事。再说吧。好。我一个老顾客给了我4块银元，换了我20瓶白酒，你帮忙看看是真是假吧？4块银元换走20瓶酒，你连真假都不知道，那你为啥给他换了？来，我看啥样的银元？他是我店的一个老顾客了啊，平时他媳妇不让他喝酒，他是背着他媳妇拿银元给我换酒的。首先，这个真假啊是没啥问题，这4块银元这都是一眼开门的，而且里边还有一块北洋龙嘞。不假就行，我媳妇害怕他给我假币。真是万一假了，我上他家里取到。那是小本生意啊，就怕这个收到假币。你这种心情可以理解。你这20瓶酒换过来4块银元，应该是捡个大漏。我看这4块银元品相还都不错，无戳无伤的。这如果变现买酒，远远不止买20瓶吧？我卖的都是好酒，都是自己家里酿的，这个也不是我们常见的1斤的量。一大瓶是5斤，30块钱1斤。就怕这银子不值那些钱。31斤1瓶5斤，也就是150块钱的本钱。20瓶的话3000块钱，那你还是稳赚不赔啊。银子好像才10几块钱一颗。昨天我媳妇去进店里，准备给孩子换个手镯，结果人家都不要。你不要太正常了。第一，他不认识真假，人家只负责这个销售成品首饰。第二，那10几块钱一颗的价钱只是银首饰的价钱，和你这些银元它没任何关系啊。
我知道，但是他们说这个银子含银量低，这4个只能换50-60克的手镯，而且还让我给他补加工费。你这补工费太正常了，毕竟人家做生意也是要挣钱的。银元含银量是9银1铜，你这品相那么好，你没必要给他们换啊。那你刚才还说我能赚到便宜，人家又不要，这到底是咋回事呢？你肯定是赚便宜了，人家给你愿意换啊，就说明这银元是真的。他不要，应该是他不懂行情，反正你也没卖。那你给看看这个值多少，我心里好有个数，你给估价。首先，我拿你这里边最贵的这个北洋龙，我觉得这够你的这个本金了。哎，这个3000块钱的酒钱，你应该也赚钱吧？利润还可以，能赚1000块钱吗？你这是一举两得，酒也卖了，钱也赚了。就拿你这个北洋龙来说吧，典型的这个长尾龙，哎，壁面无伤无戳，字口还算清晰吧，算是通货品相吧。其实北洋龙里边最贵的要数它的艺术字，但是看你这个细看不带任何斑，大概给你估价的话，这个能给到3000左右。3000，这个价格可以啊。对，那这4块的话，轻轻松松能卖1万多啊。嘿嘿，你不要想太多了，并不是所有这个银元都能值几千块，剩下的这3块就便宜了。像这种小头啊，其实是银元里边最便宜的币种。你这个状态算是全身打，包浆味道还不错，可惜它没任何斑。另外这2块大头比较常见嘛，哇塞！你这个竟然是22年这个传样，常见的23年传样和这个袁大头是一样，3年通货，就像你这个是1100左右，这个22年啊，比普通的这个银元贵1000多，你这个状态完全是没啥问题，哎，这个但凡没戳没伤的话，这个2000多还是有的，另外一块小头也就600-700块钱的样子吧。3块银元还不同的价格，这搞的价格这么离谱，我真是见识了。哎呀，因为你不懂行情，价格有差异很正常。再给你吃个定心丸，真假价格基本上都这样。最后再给你提个建议，下次啊，像这种裸币，哎，你不要随便乱收了。看不懂这个真假的东西啊，贵贱不能要。这次你赚了，并不代表以后啊，你还能收到真货。哎，老板说的对，以后我会注意的，谢谢啊。啊，没事没事。我这有2块家传的银元，现在也是非常着急的用钱，都是带龙的，你看能不能一起给我2000？带龙的银元2块只要2000，再是家传的，你也不能这么便宜卖啊！来，我看啥？那一块你再给我加200块钱吧。我知道你们也挺不容易的反正是家里边传下来的，无所谓了。你这2块这都已经平进入盒了，这哪是家传下来的？而且还是一块大青玄山云南大昆龙，哎，状态确实不错。你确定是恁家里边的吗？确定，肯定是我家里边的。以前我小时候拿这个换过电子游戏盘。别看我是个小女孩了，但是我也喜欢玩游戏。这2个还是我特意留下来的，一直放到今天，没想到能救急。拿银元换游戏盘啊，是最败家的行为，只能说明你小时候不懂事。还有啊，这个银元评级啊，也就是最近这几年的事吧。你看这个皮盒，包括公播的这个标志，在这放着了。你这好歹也是一块云南昆龙，还有大青玄山，这币种啊，也不是普通的龙洋啊。你这张口只要2000块钱，只能说明啊，你撒谎了。老板，其实我并不是故意向你撒谎的。这2块银元是我拿来我同学的。他借我2000块钱。一直到10年了，还不还给我。我昨天上俺家里边，那桌子上都是顺手拿过来的。2000块钱其实并不算多，10年之所以没还给你啊，有可能是他真忘了。借钱还钱，对吧？天经地义，你直接向他要钱就行了，完全没必要贱卖他的这个银元啊。我都提醒他好多次了，他光给我搁这装迷，我也没办法，只能拿2块银元拿来抵账了。既然是提醒我很多次啊，那只能说明你没有说到点子上。这个提醒不成，那就直接给他要账不就行了吗？再说了，你这随意买别人的银元啊，对吧？你即使是抵账，你不知道嘞，对不对？这个名声也不好看，名不正言不顺。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。你想想，我小时候经常用他们去换游戏盘这我知道。现在也值不了多少钱呀。你可拉倒吧！小时候你拿银元换游戏盘，那说明啊，你这个年龄小不懂事儿。现在银元啊，
也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便宜。就拿你这个便宜一点的这个云南昆龙来说啊，这个是云南新龙1元的面质，所以说它这个含银量不高，但是1元的币种啊，存世量太少了。而你这个品相，你看一下前后底板，这算是 AU 级别了，壁面显得也非常干净，尤其是它这个字口和龙鳞全部都是全真打。我给你保守估计一下，这个怎么着也得9000差不多吧。乖乖嘞，能管值那么多钱吗？对呀，我还以为银子也不贵啊，想着1000-8块钱不得了吗？因为你对银元完全不懂，这个价值啊，并不是你以为。银子确实是便宜，但是银元它不按银子价来算啊。还有另外，你这个大秦玄参，其实它和这个大昆龙啊不相上下。从纯实上来看，这个昆龙要比这个玄参还要少，但是你这个大秦玄参状态会更好一些。你这都是全身打的底板，平时太少见了。尾巴出匀为深斑，尤其是它这个花枝看起来更漂亮。这个如果是原味的话，入皮盒这好几万没啥问题。目前来看，你入公播的状态，每1万你现在也买不下来啊。乖乖，这2块银元就没有便宜的。对呀，这幸亏是遇到你了。我要是轻易卖给别人2000，那我这还得倒贴1-2万呢。那可不是嘞，你从账面上来看，2000你鲁莽卖了，你都得倒贴1-2万，相当于是你账没要过来，你还得往里边贴钱。另外啊，让那同学知道了，你这脸上也没光啊。可被你说着了。我朋友知道了，这可不是真是丢大人的事了。对，恐怕呗，这下次估计再也不让我上俺家了。你可说对了，幸亏是没卖，加上你昨天晚上喝点酒，这是属于不知。你也别在这里逗留了，赶紧把这个银元给那同学拿回去，以后适当的找个理由啊，把2000块钱给他要过来。同学一场，别因为这2000块钱伤了你们之间的感情，你说的对，我给你俩还回去。对。然后那个谢谢你啊。没事。俺老公都是个愣头青，打2000块钱搁工地门口收了个破烂玩意儿。你这个可不是啥破烂啊，这个发黑很有可能是他的包浆。2000块钱收来应该是捡个漏，这东西拖着还不轻嘞。一个大铁疙瘩要到啥用啊？那个愣头青买东西从来都不计后果，他都不知道我挣钱有多难。你们这里边可能有误会，我看你这个还真不是啥铁疙瘩，铁疙瘩时间长了生铁锈。你这上面可不是铁锈啊！你看它的造型属于中间窄、两头宽，而且上面还有字儿，背面还有蜂窝，样子倒像是银听。这拖着重量得有50两。得了吧，上一次他家里祖传下来一个碗，也不知道在哪认识一个专家，碗没卖掉，还花掉了我存了2万块钱。那照你这么说的话，那老公上一次应该是遇到了骗局。现在网上有一些专家，你给他随便拍2张照片，他告诉你啊，能值几十万。你想想那个碗，都家里边祖传下来了，肯定假不了。专家一报几十万，你说谁不心动？对，就像你说的这样，俺老公就像打鸡血似的，还跑到广州去，1毛钱也没有挣来。主要是那老公太天真了，这事儿真不怪他，怪只怪网上那些专家太狡猾了。名义上是帮你估几十万的价，背地里啊却忽悠你的各种鉴定费。很多人不懂，上当也很正常。你想想，就一个家传的东西，不是金也不是银，咋可能值几十万嘞？他想的都是太天真了。就中午买菜的功夫，在工地门口看见挖出来了，就让给买回来了。我说句实话啊，你拿过来的这个东西还真不是挖出来的，因为过去的银听啊含银量较高，如果一直在地下的话，包浆不可能是这个样子。这种黑黑的啊，只能说明它与什么化学物质反应了，才变成这个样子。你看吧，一个人相信世上有鬼，也不能相信俺老公那个臭嘴。我等会儿回去要跪搓的板。你别误会，这银听可不是从地下拿出来的，并不能说明它就是假的呀。首先材质，它绝对不是铁，铁的话，第一个锈不对，锈啊不会生成这个样子，所以绝不是铁。而且这个铁的比重啊也不会有这么重。通过以上2点，直接把铁给排除了。我这手里边你看有一个吸铁石，咱们吸一下，你看这吸铁石根本都吸不上，所以说它这个材质啊不是铁。通过这2点啊，我就说明你不会赔钱。从造型上看像银听，银听造型啊，往前追溯的话，可以追溯到宋代，宋代已经距今好多年了。字口上面标注了有它的重量，你看上面写的50两。所以这个重量和实物是吻合的，而且这种带字口的银听在过去啊是属于官银，
官银留下来的并不多，所以就有一定的古董属性。再说句不好听的呀，你2000块钱买回来一块官银，这绝对是捡大漏啊！你即使现在去卖破烂，你轻轻松松也能卖个1万多。你可别忽悠，俺老公他啥都不懂，2000块钱买回来还能赚钱？我不信。赚少了还不行嘞，就你这个银锭的状态啊，卖破烂是不可能的。就以同等重量的银锭为例吧，我个人看啊，也能卖个6、7万，哎，这也算是保守估计了。你这保守我也不像你当，我可不是俺老公傻到我给你钱。你这理解有问题啊！你这卖东西的咋会给别人钱呢？你老公之所以上当，完全是因为他被别人牵着鼻子走，加上他啥都不懂，别人让他出鉴定费、拍卖费，他就出钱，肯定对吧？你有多少钱也不够给他们了。而你这个直接变现换钱就行了，其他的都不用考虑。那也算了吧，我拿东西走吧。哦，我这没卖掉，摆回来我再早给你钱。哎呀，你这太谨慎了，我都没说给你要钱，没事，你拿回去吧，你再找其他人干啊。这儿有2块破银元啊，平时还叫他宝贝的不得了。你来帮我看看这2个值不值1万块钱？儿子的2块银元，你这当老子的竟然不知道价值，这看来尴尬了。来，我看啥个银元？我感觉他俩吧，最多也就值1万块钱啊，因为是我儿子压岁钱，我最近急用钱，想变点现。你这2块银元，这可都不是普通的银元啊，这底板这都是1顶1的状态，你这当老爸估的不合格啊。说句不好听的我都是个继父这是他亲爸送给他的。你看能不能卖1万块钱嘛？1万你要的太草率了，因为皮盒能挂着带分的它都不便宜，61分的带光，这个宣统广东龙啊，这光度打个灯能刺眼，而且你看还带环彩。另外一块大秦轩3 55分属于延平状态了，这壁面这淡淡的黄油彩很喜欢人，你别卖了，赶紧给孩子给拿回去。是你别下结论那么早啊！今天我既然拿过来了，我都没想着拿走。哎呀，毕竟你是孩子的继父，和孩子的关系啊，一定要处理好。再加上你对银元也不懂，我感觉啊，你还是尊重恁儿子的意愿为好。我尊重他啥？不是2块破银元吗？又不是黄金。以前小时候我经常用他们加工银首饰，它都不值钱。以前确实是不值钱，哎，这个都毁坏加工银首饰了。你按银价算，也就是80块钱。但是现在银元价格都涨疯了，何况你这2个都已经评级如何，而且给的分也非常理想。你想卖的话，我感觉啊，还是跟恁儿子商量一下。是2块破银元，有必要商量。况且我卖钱也是为了他。我前年的时候也是龙阳一个卖3000。你卖3000啊，即使和这2个是一样的币种，价位不同太正常了。因为银元状态不一样，价格区别很大。裸币啊和盒子币，它的价格相差本身就大，即使状态差不多，入盒和不入盒，价钱差别也很大。因为你这2个，这都是高分。你别给我绕那些了，你直接开门见山，你让我见识一下他们分别值多少钱吧。哎呀，那行吧，那给你估一下价也行，最起码你心里边有个底儿。先说你这里边最便宜的这个大秦轩3啊，尾巴出云，这是属于深板龙。壁面底板带黄油彩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壁面带光。你细看你这块壁，虽然说分不高，但是壁面整体啊接近 MS 级别，个人看算是延平。因为大秦轩3啊，平时好状态的太少了，所以你这个价格不会低了。个人看差不多在4万左右。4万？对。这一颗银子要花到1、2千了嘛？对啊，这比黄金还贵好几倍啊！这价格确实超出我的想象了。银元的价值啊，它这个高低其实主要是看它的状态，有比黄金贵的太正常了。毕竟啊，物以稀为贵嘛，因为皮革分越高，价钱也越喜欢人。像另外一块广东宣统龙啊，这个状态可以说是无敌了，正儿八经的微流通品相，壁面带转光，而且你看还有一层环彩。这种银元啊，可以说是万里挑一。你看一下它这个龙鳞，它这个龙鳞可以说是没有丝毫磨损，和我们常见的广东龙区别巨大。因为广东龙啊有一个通病，就是它这个龙鳞是高点，基本上磨损的比较狠，所以好品相的也是极少。就按目前你这个状态来估的话，6万左右也是绰绰有余。乖回来，这一块价钱更吓人啊！对呀，你这价钱估的叫我吓一跳，咋能值钱？就因为他们品相好啊。你现在搞收藏都是看状态的，有钱人玩的呀，他就是好状态。
还有就是皮和膏分啊也是比较有限，所以拿这个给孩子当压岁钱、当传家宝的人很多。因为这些东西啊，大多数都是拿时间去换金钱，毕竟钱它一直在贬值，你买成东西，比存起来强。恁儿的这东西啊，我感觉你还是给他拿回去，别卖了。行，那还是先不卖了吧。我可能我看走眼了，我还是老老实实给他拿回去吧。谢谢老板。没事。你赶紧过来给我评评理吧。大年初一的，领着孩子去给咱们拜年去了。你给看看，给孩子的都是一堆破银元。哇塞，你这一下子拿过来这么多银元，这拜年这可比红包强了。太多了，拿那么多，这是几个孩子的压岁钱？我家3个娃，我以为孩子多了能多赚点的，没想到今天一下子赔了我好几千块钱。赔钱应该不会吧？你给别人孩子封多少钱的红包啊？相当于500块钱的红包，翻过来2块银元。我要这么多银元也没用啊，你说是不是？主要你对银元不懂，500块钱换过来2块银元不吃亏。我这简单看了看，你这都是清一色的冤大头，这笔面基本上是无伤无错。这数量在这放着了，你这是典型的得了便宜又卖乖啊！咦，我啥得了便宜我也卖乖？我5000块钱翻过来20块银元，我3称1称，重量才1斤银子而已。20块银元的重量差不多就是1斤重。哎，对了，你这称重干啥？这银元他又不按银子卖。他不按银子卖，他按什么卖啊？都已经在网上查清楚了，一颗银子5块多，1斤银子也就2000多块。这一下子赔了我一塌糊涂。你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，在网上查询银子的价钱5块多，这是真实的。但是银元可不是你想的按银价卖。打个比方啊，你按银价卖的话，1块冤大头才26.8克，5块多钱一颗，这才100多块钱。你想想这咋可能呢？这好歹现在也是5级文物啊。再说你这品相又那么好。这品相好吗？我看着外面这绿油的，我都怀疑它是不是银的？银子怎么可能有绿锈嘞？品相确实是不错，有的甚至还带光。我实话告诉你吧，你这些银元啊，这都是一眼大开门的。笔面带绿锈太正常了。因为银元的含银量是9银1铜，这个铜啊，它遇到潮湿的环境，这个生绿锈太正常不过了。这真假完全没啥问题。不假我就放心了。像你所说的，含银量又不纯。那这样的话，这银元不是更不值钱了吗？你千万不要误会了，银元的含银量是9银1铜，和这个价值完全没关系。为什么银元不能用100%的银子吧？最主要就是在流通的时候保持不变形，因为银子越纯它越软，用纯银做出来的银元容易磨损，不利于流通，所以含银量89%啊，才能保存这么好的品相。原来是这样。对，你说的话，你要不说的话，我这真不知道嘞。那是。那这银元一个能值几百？几百现在已经买不到这种冤大头了。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哈，26.8克银子，现在买的话都100好几了，更何况这是100多年前的银元嘞。最主要还得看它的品相。你这些状态啊，首先是无伤无错，可以说是笔面没任何毛病。虽然说你看笔面上多少带一点绿锈包浆，但是整体啊这都不是太明显，属于薄锈吧。这种薄锈用那种洗笔水洗的话可以轻松去除了。而且笔面你看有些还甚至带底光，算是差不多 AU 的级别。但是看了一圈之后啊，我没发现你这里边有特别值钱的板，尤其是8年9金，因为这个银元啊如果没板的话，说实话它都不咋值钱。现在咋说好板才是好价钱，你这些都是普通的天津板。看你这些状态吧，我现在能给到你1000一块，1块1000。对，那20块岂不是2万了？对，我这5000块钱翻2万，原来我没有吃亏啊。你绝对不吃亏，你刚才拿过来的时候我就告诉你了。不过给孩子的压岁钱啊，你这个亲戚真是一个实在。我感觉啊，他的家境应该是差不多了，不然不会这么大手笔。一般人啊，可没有这样阔绰。确实是我不懂行了，差一点就误会他们了。对，明年过年的时候，我得给他们补涨过来。对，亲戚就是这样子，压岁钱它只是一个形式，礼尚往来嘛，还是实在的好。这个东西啊，你给孩子好好的拿回去，可以当传家宝，好好的放着，以后越放越值钱。走，好，谢谢老板哈。没事，给拿回去吧。你来帮我评评理。咋了？这一块银元好歹是他家祖传的。俺男朋友因为玩牌输钱，1000块钱抵出去了，你说亏不亏？你让我说实话，1000块钱抵出去确实挺亏的。你现在1000块钱啊，根本就买不到什么样的银元。你这好歹也是一块北洋龙，品相状态非常好。
你看它这龙鳞摸上去有种硌手的感觉，并且还是一块稀缺的短尾龙。你这还真得抽时间好好的劝劝那男友，10赌9输，可不能害人害己啊。俺男友平时都被他爸妈惯坏了。那是。我下彩礼的钱都是他爸妈出去贷的款。这好吃懒做也不想去上班。为了自己以后没有压力，还说我们结婚之后不要孩子了。反正就是很自私，气得爸爸妈妈也没有啥办法。由此可见，你这个男友啊，确实给父母给惯坏了。像你们年轻人该拼搏的年纪，你不去工作的话，说实话那就是浪费时间。下彩礼父母贷了款，结婚之后你还能替他还上。如果选择做丁克的话，他爸妈听了之后肯定很伤心啊。你作为他的这个女友，你可以适当的纠正他的错误，就像这个银元一样，第1000块钱，这不是巨亏吗？你不知道，他家里面虽然没有钱，但是老一辈是村里面的大地主，啥不多，都这1元多。男朋友都是缺钱，拿出来卖几块，反正也不值钱，家里面多的是。家里边就是再多，就是有个金山银山，也有花团的一天啊。这个人花钱的习惯啊，他都是养出来的，对不对？听你说这话，看来那男友的这个种种劣习啊，这都是因为银元而造成的。家里银元不是多吗？你都可以拿出来给他统计一下，把贷款先给他还上。最重要的是断了那男友的依靠，他不正是依靠这些银元肆无忌惮的混日子吗？生了以后啊，你们结婚之后，你拿他没办法。主要是我们现在还没有结婚嘞，我害怕他爸爸妈妈对我有啥想法。另外就是这些银元，他也不值啥钱啊！我听俺男朋友说，好像都几百块钱一个。你这想真正的改变的男友啊，你做事就不能前怕狼后怕虎。你说实话，像他家里边这种银元啊，他再不值钱，对吧？他也裹不住多啊。像你拿过来的这个北洋龙为例吧，他给1000块钱抵出去了，这都是资源浪费。你就现在随便拿一块龙阳，壁面带戳带伤，比较难看的那种，也不可能就值1000块钱啊。何况这个还是一块北洋里边的短尾，常见的34年北洋最便宜的是长尾龙，因为它这个发行量大，所以便宜。而你这个短尾啊，比这个长尾龙存世量要少一些，自然价格优势啊就高一些。最关键是你这个品相好啊，你自己可以看看它这底板，你包括它这个包浆，这简直就相当于未流通的状态，尤其是它的龙鳞，你这用手摸上去，这说实话有一种硌手的感觉，因为它这包浆又是全身大老黑，一般像这种黑色包浆加持啊，价格更不会低了。咱们还得来细看一下，一般这个短尾啊都有一个好板，短尾凸金，你这确实是一个凸金，你看钳子这有一横不明显了，底板品相状态好了没得说，你就是按现在的行情来看的话，我能给你报，随便说实话也得值个12800啊。老板，你没有给我开玩笑吧？没有。这1000块钱抵给别人的东西，你竟然给我高出10倍的价钱。对，这银元真有那么好吗？那现在玩银元其实就是一比一价，同一个版的银元啊，因为状态品相不同，价格差异确实很大。好状态它就是好价钱。说实话，你这个是未流通的状态，卖个12800太正常了。说实话，会操作的呀，你去打个皮盒，拨一拨分，那又另外一说了。正好你这也有钱了，给那男友一还账，剩下来你往装兜里你自己花。说实话，这谁和钱过不去？哎，你说的对，这银元我帮他出了，对，回家再把剩下的银元给他整理整理，我当家。对，这就对了，改变改变吧。好。